这款发型呢，正面的一个效果，我们呢正面用到一个中分的方式啊，是比较干净、比较利落的一个感觉。整体发型给人的语言呢，也是以酷、以飒爽的感觉呢为主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家浩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用到一个2分区，跟大家分享一款短发。2分区呢，在我们当下剪短发的时候呢，它也是经常用的一种分区。头发呢，我们把它先前后分开。分开之后呢，它上下的地方呢，我们会从转角线的这个位置划分一条水平线，两边相同。我们在剪客人的时候呢，通常呢也可以根据他的一个发量来调整你分区的一个高度。如果发量特别多，那一般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把它往上调整。那如果说你的发量偏少的那种，那你呢就不需要用这种2分区不连接去剪。后面呢，我们是把它分到枕骨点和黄金点的1/2处。提起来，把头发呢固定好。这是我们后面的一个分区线。分好之后呢，这个头发呢，我们可以从边上先剪，也可以从后面剪。像现在这个头发属于比较长的头发，如果我们常规正常一片去剪层次，你会发现呢，它会不好拉。等会儿呢，我们会把这个头发，把它大致的一个层次落点先把它剪出来，然后呢，再来剪下面的长度以及层次。我们把它呢前后分开，之后取一片发片，提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会把它带到90度，头皮90度。从正面呢可以看到啊，我提拉这个角度呢是头皮的一个90度。把它提起来。提起来过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头发放下来。我们的一个参照是，这上面的头发落点呢，一定是在耳垂以上，不要长于耳垂。它落点呢在耳垂以上就可以。那我把所有头发呢都集中到这里修剪，你会发现呢下面它会比较长，我们不用管它。来，我看一下它的长度，保留了1/4。我等会儿剪另外一边呢，会有一个参照物啊，有一个参照点。那我们看到下面头发特别长，先不用管它，我们最后呢会把它去掉。我们这一步呢，重点是剪上面的头发，把它层次落点剪出来。头发呢，如果不多，可以像我现在一样，把它呢全部提起来。我的手位这个时候呢，并没有随头缘去剪，随头缘呢这里都要剪掉啊，我是拉出来微微的往外抬一点。大家看一下，我的手位是这样的，拉起来往外抬一点，把后面的稍微放长，并不是随头缘这样去剪。角度还是一样，带到划分线的一个90度，相同的。剪完之后呢，来到另外一边，分起来。第一片起刀，刚刚我们对比过，梳子的1/4。那我这样剪完之后呢，这个头发的两边呢就更容易去剪对称。提起来。这边呢也是一样，带起来，头皮90度，这里漏了一束。还是一样，头皮90度提起来，手位呢微微的往外来一点啊，放长后面的头发，并没有完全去随头缘去剪，把它梳起。剪到这边之后呢，我会和后面的头发，我们会把它做一个连接，拉起来交叉。
看一下。我们把头发梳顺，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比较长的部分呢，那因为我们刚刚剪的时候呢，把所有头发都集中到了一个点，这个时候呢，下面长度保留，上面层次呢是被剪短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去下面的长度，不会让它留的这么长。然后这个头发呢，我会分一个垂直的一个划分线。把它梳过来，垂直这个划分线剪一个轻堆积，也就是说这个角度呢，我会比90度呢略微低一点点。那上面剪过的头发呢，我们是一个引导，不用去管它，我会以它做一个参照，把下面这些多余的头发的长度呢，把它剪掉。这里头发呢，把它剪了较轻的一个堆积。第二片这个头发，我的划分线呢，相对来说呢会稍微倾斜一点了。梳起来，头发呢这时候呢轻轻的往后靠一点就好了，不需要往后靠太多。还是一样，最上面的头发呢，我们刚刚已经剪过了，是剪不到的。头发呢一定要把它梳顺。我看一下。下一片，让我的划分线呢接近垂直的状态，略微倾斜了一点。每一片头发呢，我都是轻轻的往后靠了一点。现在我剪的是耳后点的这一片，耳后点的这一片呢，我是原位修剪。耳后点这个地方呢，我拉起来，并没有把头发呢往后靠，它是一个原位修剪。耳后点以后的头发呢，这里呢我都是带向之前一片一个修剪方式，继续向前，立起来，还是一样原位修剪。再来最后一片，我们把它剪到耳点的位置呢，开始收刀。这样呢，我们左边剪好了，耳前头发呢，先不用去管它。我们现在重点是剪的后曲，另外一边头发我们是一个反手修剪，修剪的方式呢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呢你的手位是相反。头发提起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相同的一个角度。反手这一边呢，剪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点，因为这边呢很容易会剪的会比左边长。如果你的控制力不太好的话，你会发现右边剪的会很不顺手。其实当你的控制力训练起来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样剪的，没有不顺手。梳起来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只要看到清晰的后面的一个引导线。我们所剪的那一刀的头发呢，一定是梳顺的。发片呢稍微倾斜一点，这样呢会更好剪一点。如果你把发片分得非常垂直，那你会发现脖子这个地方是很碍事的，手指是没法放。这是我的一个小技巧。剪到这一片还是一样，轻轻的往后靠。因为还没有到耳后点的这个位置，到耳后点这里呢，我就不再往后靠了。下一片，那我们就剪到耳后点这里了。耳后点这里的头发呢，不再往后靠，提起来，原位修剪。
再来一片。我会把它剪到耳点的地方呢，再收刀。还是一样，交叉修剪一下，看一下头发呢斜线后的一个划分线，把它提起来看一下。我们可以通过交叉检查呢，让头发的层次呢更加的精准。把这些小角呢轻轻的抹一下。如果是没有，我们就不用剪。既然是检查，那就有的剪就剪，没得剪呢，我们就不用去管它。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。我现在是分斜线后的发片，刚刚发片是一个垂直的一个状态，对吧？只要我们的划分线和第一次修剪不一样，它都可以去交叉检查。这样呢，我们下去的地方呢就剪好了啊。像这下面稍微有点长，我们可以呢等会儿呢再去处理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头顶的头发呢先把它放下来。我们呢现在来开始修剪上区，把这里特别长的部分呢先把它剪掉，把头发的中心线把它划分出来。划分出来过之后呢，我们把头发自然向下梳理，找到头发的一个自然垂落点，把它梳顺。梳顺之后呢，我们来定边上的一个长度，也就是上去的头发会连带下面较长的部分呢，会一起把它剪掉。这个长度呢，我会把它定到耳垂的这个地方。这个线条呢，我会剪的水平，当然呢，你也可以往下剪斜。这个线条呢，可以自己去设定，把它自然向下梳理。像前面这个头发呢，它有点贴紧皮肤，我们把它梳出来，让它有一些和皮肤之间的有点角度，光贴在皮肤上了，我们剪刀是没法下刀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也可以采用手指把它梳出来，用手指呢把它固定一下。我现在会发现它会连带下面比较长的部分呢一起都剪掉了，首先呢是漏掉的这些头发。其实我们剪真人的时候都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。魔头呢皮肤没有弹性，头发的弹性呢也比较弱，它很容易贴在皮肤上，反而呢不好剪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就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会用相同方式的来剪另外一边。我们剪另外一边呢，也是一样，把头发呢自然梳下来，然后呢找到耳垂的这个位置，剪刀剪一条直线就可以了。梳一下。前面这里呢也是，头发呢贴近皮肤是不好剪的，我把它梳过来。梳过来之后呢，我剪刀也可以这样放，把它放进来。这样剪出来的线条呢，它是比较硬朗、比较干净的，所以这款发型它体现的语言呢，不是柔，而是酷感。剪完过之后呢，我们把头发呢全部往前梳，中间呢会有一点角，把这个角抹掉，不让它很尖锐。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呢有一点角，把它抹掉。检查一下啊，看有没有像这种情况呢漏掉的，看一下。那剩下的一点呢，我就不管了啊，等会儿吹干了，它就不会贴在皮肤上，就很好处理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处理后续的这个头发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刚刚剪这个边缘线的线条是不是很轻松啊，很容易去剪的。那我们剪真人其实也是一样的，是很好剪的。为什么它很容易剪齐呢？是因为下面我们剪了一个高层次，头发的量已经去掉很多了。那么上面头发自然放下来之后呢，你一刀切过去就可以剪得很齐。如果内部刚刚没有剪层次的话，我们想一刀把它切齐是非常困难的。那后面的头发呢，我会把它剪一个圆形的堆积，梳过来，分斜向后的一个划分线，角度呢会提到头皮零度这样的一个角度。头皮零度也就是我划分线梳子翘起的一个高度，是我等会儿呢要剪的一个角度。把它提起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前面的引导线，收圆，
我下面的头发呢是由连接逐渐到不连接，等会儿剪完之后呢，可以提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划分线全部是外斜发片。这样呢，我们右半边就好了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剪左半边这一点，提起来斜向后的一个划分线。这样呢，我们更容易剪圆形。剪的时候还是一样，头皮0度，提升我梳子翘起的高度。我的引导线是根据前区的这里的头发作为一个引导，剪一个圆形堆积。这个头发呢，第一步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啊。接下来呢，第二步提起来呢，把它前后把边可以分得宽一点，看有没有多余的角，把它去掉。这个位置，把它点掉就可以了。头发的一个初始结构就已经全部完成了。等会儿呢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可以把它吹干。吹干之后呢，把这细节部分呢精修一下。我们吹干之后呢，可以看到这个头发呢是比较正的啊，因为我们刚刚剪的是一个齐线条。重点呢，我们等会儿呢会把发尾柔和一下，把它的发量呢稍微去掉一点，把这些边边角角不干净的、不协调的地方呢剪得更加精致一些。提起来，头发还原切口，点剪。头发它逐渐的是不连接的，看一下我现在提起来这一片，上下很明显它是不连的，短长。但是我刚刚剪后区第一片这个地方呢，实际上它是连贯的，逐渐的往两边呢它是不连接，而且呢越往两边呢它会越明显，这种反差呢会越大。那么为什么后区这个地方起刀位置我们要连接呢？我现在剪的这个地方中间，是因为这里的饱满度呢，我们需要它明显一点，需要它突出。你如果剪不连接，下面剪空，这个头发呢，它反而不容易饱满，会更容易扁塌。头发呢，同样把它点剪一下，你会发现我们即使只是用点剪，只是柔和发梢，剪完之后呢，头发一样会变得更加顺畅，更加轻薄柔和。两边这里呢也是一样，还原切口。下区短的部分呢，也就是较高层次的部分，我们等会儿呢再来处理。先把上面头发呢点一下。
剪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剪下面。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切口呢已经不像刚刚那么硬，把这里头发呢拨过去。这是我们刚刚鬓角较长的部分剪短之后，把它也是一样点一下，再梳过来看一下。这个头发呢，整体语言呢它是比较刚、比较硬朗的。然后呢，我们通过点剪，让它呢刚的成分里面带一些柔的一个感觉。头发结构剪好，修饰呢它是非常简单的，所以在我们这里呢没什么过多的修饰手法，因为你基本上根本就用不着。头发的结构形状它永远是剪出来的，修只是一个辅助的，占了比重，而且呢是比较轻的。上去头发呢点剪，点剪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把下面这里呢梳子挑起来点剪，因为它比较短，手是不好固定。挑起来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头发特别齐的地方、特别实的地方，它通常来说呢，它一定会比较厚。那我们剪客人呢，他更是这样。我们都知道亚洲人的头发相较于欧洲人呢，它会更加粗硬一些。如果我们剪外国人的头发呢本来就比较细软，你会发现你不点剪头发呢，它也没有问题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线呢现在是特别碎，我们等会儿呢把特别碎的地方呢把它剪掉，而且呢它是有点长，目前。现在重点的呢是以柔和头发为主，调整它的量感分配为主。下面头发呢先不管它，像这边呢没有剪呢，相较于刚刚那边来说呢，它看起来就会硬朗很多。现在呢还是一样，剪下去这里的头发，把它呢拨过去。可以看到这里的头发呢它是比较厚的，点一下。头发如果特别实，可以点的深一点。那这些部分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剪高层次鬓角看起来特别长的部分。我们通过刚刚定的上层的一个外线，这个边缘线，同步呢把它给剪掉了。这就是刚开始我说为什么那里长，确实很长。我们呢先不用去管它的一个因素所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处理后续边沿这里比较长的。这个时候比较长的很简单，你如果这样直接去切，它是不是就特别生硬？它是没有角度的我们想让它自然一点呢，你们可以把它提起来，让它有角度，发起来，把这个地方呢剪掉。这边还是一样，切口你会发现是收的是圆形，剪掉。剪掉过之后呢，头发看起来就没有这么长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边线呢精修一下，这样呢看起来呢就比较自然，比较协调了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我会提升角度，然后呢根据这边的引导线把它剪掉。头发只要你有角度提起来，它放下的头发呢肯定不会特别生硬，不会特别重。那如果你不提升角度，那你会发现你剪出来的头发呢，它一定会比较硬。因为我们需要边线柔和，所以呢我是用手指把它提起来，有角度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边缘线呢，它是有层次剪出来的，所以呢它不会看起来很生硬。细节的部分呢再看一下，看一下后面这样的一个感觉，是非常自然的。这个边缘线剪出来，刚开始呢它是比较长的，对吧？那你会发现我这个边缘线它也是圆形，那平时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剪成方，
剪出方形之后呢，它看起来会更加硬朗；剪成圆形呢，会更加自然、更加柔和。为什么大家会发现我很多短发后面都剪圆形呢？那是因为我们在当下的一个审美里面，剪圆形呢会更容易被大部分人所去接受。当然平时呢我也会剪一些方形的一个边沿线，也会去剪，但是呢是前些年剪的比较多，现在的剪的是比较少了。我们把它擦一些湿发品呢，打理一下。我们把它梳理一下。这款发型呢是正面的一个效果，我们呢正面用到一个蒸分的方式啊，是比较干净、比较利落的一个感觉。整体发型给人的语言呢也是以酷、以飒爽的感觉呢为主。前面呢是一个齐的线条，这个线条呢表面没有层次，但是呢因为我们内部呢剪一个高层次，所以呢这个头发看起来并不是很厚重。当然呢因为是剪齐线条，它看起来是比较硬朗的一个感觉。后面这里呢还是一样饱满收紧。生活当中你所看到的几乎所有的短发，我们大部分一个审美需求都是下去收紧，上去饱满。后面这个饱满的地方点到底在哪？在这儿，在这儿，还是再往上？通常来说，我的经验是，年龄轻的一些客人呢，我们通常来说他的饱满点会偏下一点；年龄大的人呢，一般呢会靠上一点。如果我们一个年轻的顾客，你把他后区的一个饱满点把它剪得太高的话，他一定会显得老气。我们这些天呢所剪的这些发型呢，大部分不是大部分，而是所有都是针对年轻的一个客户群体的一个审美需求。我们会员频道新增精选课程，欢迎大家加入。